今天我们讲一节非常重要的课，这节课不讲某个具体工具的操作，而是讲一个所有摄影师和后期的修图师都在追求的目标——通透。通透这个话题，很多老师、很多教程都在反反复复的讲。那为什么你总感觉自己调的照片差点意思呢？原因在哪里啊？我们列举几个同学们经常会问到的问题：第一，为什么我拍的照片总感觉是灰蒙蒙的，就好像上面蒙了一层不干净的毛玻璃？第二，为什么别人的照片看起来显得很干净清爽，而自己的拍的照片呢，总感觉有点脏？第三，为什么我自己拍的照片看起来很平啊，没有立体感，更没有空间感？第四，这个照片看起来不通透，难道是因为锐度不够吗？请大家自问一下，这些问题是不是你经常会遇到的，或者说你没有想明白的？如果你连这个基本的逻辑都没有想清楚啊，你怎么去调照片？他怎么去指导你去调照片呢？我们先不去讲什么风格化的问题啊，你先把照片调干净的好吗？那这个干净啊，它就是通透的前提条件。我们先来看两张照片，左边这张照片首先给你的感觉是什么？那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平时你怎么去形容一张照片它不好看？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它是灰、闷、平、脏？而右边这张照片呢，是不是看起来很干净、很清爽啊？你的视觉感知上会很舒服。虽然说不同的人对饱和度的阈值是不同的，有的高有的低，但至少右边这个照片让你看起来感觉上是愉悦的吧。所以说，如果一张照片给你的第一印象它是舒服的、愉悦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通透感带来的最终的结果。那到底什么是通透感啊？这个词听起来它很玄啊，但其实它又是真实存在的。如果用一句话来定义的话，所谓的通透，就是让照片中的影调、色彩、层次关系都保持在一种干净、有序的状态。当这个光线它没有被多余的雾霾所污染，当色彩的色相、饱和度、明度都处在一个合理的位置，同时冷暖关系也明确清晰，这个画面自然就会呈现出一种清爽的空气感。而这种空气感，它就直接提升了画面的空间感、立体感和清晰度，就是让你的视觉在画面中感觉到你的呼吸是顺畅、没有阻力的。最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那种让人觉得舒服的、透亮的、明快的、轻盈的通透感。所以说，你要做到这个通透感，它是不是真的很难啊？因为它不可能是一个步骤吧，也不可能是一个操作，更不可能是你套一个滤镜、一个 NUT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吧？它是什么？它是不是一个基于系统性的后期诊断过后而形成的调整思路？所以，同学们，首先你应该先去解决这个通透的问题啊，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再去研究什么仿色啊、仿风格啊之类的东西。我再强调一遍，你仿的是什么？是别人的审美而已。照片都没调干净，影调都没做好，你去仿有什么意义呢？我每节课都在讲先影调后色调，先影调后色调。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影调和色彩这两个最底层的双重的逻辑出发，给大家彻底的讲清楚、讲明白。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梳理如何找回你照片里丢失的通透感。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通透，请大家先记住一句话，它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先把这句话记住啊！每次我们都在强调先影调后色调，而影调呢是整个照片的骨骼。说简单一点，影调就是光线，你可以这样去理解。那这个通透的影调啊，它就必须要求光线能够在画面中自由的穿梭，层次分明。如果一张照片它的骨架本身就是松软的，你觉得你在上面去调整它的颜色，它会好看吗？按照常规的理解，一张不通透的照片在影调上往往有三个典型的问题。正如现在我们在 C1 中打开的这张照片，第一个是两头不着地，没有真正的黑和白；第二个是中间调显得很臃肿，主体和背景的明暗对比太弱，层次关系交代的不够清楚；第三个是局部很混沌，细节和纹理被雾霾所掩盖。我们知道，当我们用数码相机来拍照的时候，这个数码相机它记录的是什么？是不是线性光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个光线它本身的强度是多少？根据你的相机的设置，比如说你的曝光的强弱有没有曝光补偿、测光的方式，那等等，决定了你记录的光线的强弱。所以相机它只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而已，它没有任何的感情，它也没有分辨能力。加上环境中的各种反射光、散射光，这就会导致我们照片的直方图两端不饱满，缺少黑和白，中间调臃肿，没有层次和细节。而人眼对光线的感知是非线性光的吧？所以后期修图在干嘛？是不是在校正两者之间的差距啊？那如何得到一个影调的基础结论呢？还是得回到判断照片的一个原点——直方图。这个直方图啊，说到底它是什么？它是不是一个参考工具？它是你照片中的光线的能量的分布情况的统计。直方图的左右两端就分别代表了光的能量最低和最高的区域。既然它是个检测的工具，所以直方图它是不是相当于医生手里的听诊器或者是心电图啊？
当直方图的两端空空如也，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你的照片缺乏光线的冲击力？就是光的能量太弱。能量太弱在直方图上的表现就是它无法触及到直方图最右侧的边界，原本是较暗的能量区域也没有触及到左侧的边界，那基本上大量的亮度信息都集中在了中间的区域，那照片自然就会发灰。既然如此，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什么？是不是重塑直方图的动态范围与能量分布？按照我们传统的习惯，这个就叫修大的对比，也叫定义照片的黑白场。定义黑白场的目的就是让照片中出现最亮的接近纯白但是不溢出，和最暗接近纯黑但是不死黑的光影的注脚。好，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还是按照普遍的习惯吧，在 Excel 里把这个图打开。既然这是个系统课程，我们就讲的稍微严谨一点，不像以往那种说工具有很多，你什么工具都可以实现。那我们就讲一个最合理的。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大家肯定刷到过很多同类型的短视频，它告诉你，一旦遇到这样的直方图，直接在曲线面板当中调整最黑和最白的两个点，移动到直方图的边缘，那自然就重新定义了黑白场。这个操作什么意思呢？在直方图的左侧，输入值为31，输出为0，那则代表我们现在把31的亮度区间的像素重新定义为0，也就是黑色。同样，最右侧的输入值是209，输出值为255，则代表我们把当前209的像素定义为255的白色。这个步骤是不是就等于我们重新定义了照片整体的黑白场了？那为何我说这个方法不合理了？请问现在你在曲线当中虽然重新定义了黑白场，但我们想要在后续的操作中对曲线做精细的微调整呢？它还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吗？也就是说，现在你把整张照片的黑色和白色它都用尽了吗？所以我说它可以用，但是它不合理。尤其是求知欲很高的新手同学，看了很多老师的视频，有的老师说这样调整，有的老师说那样调整，啊，调来调去呢，你这里动一动，那里动一动，看似特别努力，但最后呢，也没有形成自己调色的一个逻辑。那最合理、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来到基础亮的面板，按住 Alt 键或者是 Command 键的同时，向右拖动白色的滑块。那画面这个时候会变成黑色，直到画面中出现一点点颜色信息的时候，实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可以向右多拖动一些，再慢慢的往回收嘛。好，现在我们把白色的数值调整到了68的情况下，画面的中间出现了3个红色的点，那这就代表了我们找到了画面中最亮的部分。找到了最亮的部分，也就意味着我们重新定义了照片的白场嘛。注意看直方图，它现在位置是不是已经触及到能量最高的右侧的边缘了？那对于黑色呢？因为黑色是控制画面中最暗的部分，所以我们选择黑色滑块，按住 Alt 键或者 Command 键向左拖动黑色滑块的数值。当我们向左拖动的时候，整个照片会变成一个白色，直到画面中出现一点点亮度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停下了。当然，你要控制不好，也可以多拖动一些，然后向右慢慢的往回收。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黑色的数值呢调整到-56或者是57的样子，就差不多刚好合适了。当我们在定义完照片的黑白场过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直方图，调整前、调整后。现在这个直方图是不是被完全撑开了？这个调整呢，又叫做依次给对比。做完依次对比过后，曲线面板当中的任何一个点你都没有动的哟。那后续你要操作的空间是不是就很大了？所以你现在应该知道为什么说不建议你用曲线去定义黑白场了。定义完黑白场过后，这个照片的明暗范围被我们完全的利用了起来。那就像盖房子，地基打好了。它确保了我们的照片呢有了一个标准的、健康的影调的范围，后续的所有的调整都会在这个正确的基调上去调整，避免后面你出现越调越乱的情况。此时照片的全局对比度是不是已经得到了提升了？就看起来清晰了嘛？因为亮的更亮，暗的更暗了嘛。但这种对比度的提升，它是不是线性的、全局的？照片的中间调的部分，也就是集中了画面最多信息和细节的区域，可能会仍然显得平淡，缺乏立体感。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第二步，是不是影调重塑的核心部分，也就是中间调的阶梯分离和立体感的构建？我再啰嗦一句啊，可能大家都听起茧子了。除了最白和最黑都是中间调，当所有的中间调信息它的波峰状态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正态分布的形态，则代表当前中间调的信息出现挤压，没有层次。整个画面呈现的状态有可能是主体和背景的分离不够明显，亮部和暗部之间的明暗过渡过于平缓，没有视觉上的前后和深浅，缺乏虚实的变化。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不是针对性的、非线性的增强中间调的对比度，从而让画面更具有纵深感和质感？怎么做？是不是 S 型的曲线啊？我前面经常在说这个 S 型曲线，它就是为中间调而生的曲线。我们首先在输入值64、128和192的地方分别打一个点。按照专业的说法呢，这个叫最基础的5点控制法。因为我们的系统课程里边也有零基础的同学为了照顾到这部分同学他的接受程度，我们尽量讲的详细一点。那你在熟练的情况下，你还可以在这个曲线上无限的去添加点位嘛。但一般情况下，我们就3个点位是最好的，因为你如果点位添加的太多的话，它有可能出现断层的情况。此时我们在192这个点位轻轻的向上调整它的输出的值，注意看直方图的变化哦。在我们讲的素描关系的亮灰区域，它是不是会逐渐的微微隆起，而画面亮灰区域的层次对比会拉开。与此同时，我们选择64这个点位，向下调整它输出的数值。现在注意看暗灰区域的明暗层次是不是也拉开了，它的暗部在逐渐往后退。那现在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标准型的 S 型的曲线。那其余的非标准的 S 型曲线呢，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延伸的。那这种变化是不是非线性的？你可以调整它强弱的变化的不同嘛？比如说亮的更亮一点，暗的不用那么暗。那这种调整是不是非线性的呀？你可以根据你的视觉感知和画面的需要去调整控制的点位以及调整的力度吧。所以我们说它是非线性的呀。我们先把这个曲线复位特别讲一下它和亮的面板当中的对比度到底有什么区别啊？这个亮的面板当中的对比度，它是全局调整的，就是程序员思维的控制，它不给你调整的空间的，你没有办法精确选择你想要调整的区域和点位。那由于现在我们限制了它的白场和黑场，所以你把对比度加到100%的话，它也不会出现过曝或者死黑。但是你可以精确的控制点位吗？是不是不可能控制它的点位啊？所以我们说它是线性调整，它不够精确，不够人性化。当然，这个对比度滑块啊，它主要影响的也还是中间调。大家注意看，减少或者增加，它对中间调的影响就是特别大的。所以，当我们定义完整个照片的黑白场过后，还是建议大家用这个 S 型曲线来控制照片的中间调，甚至通过曲线来控制整个影调的重新调整分布啊，它是最好用的，没有之一啊。而这个影调变化最佳的参考是什么？是不是直方图啊？当我们讲完10大影调，你就知道怎么去用曲线来控制这个直方图了。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当我们在调整这个 S 型曲线的时候，一定注意不要把这个曲线的形态调整的过于陡峭。一旦这个曲线形态过于陡峭啊，它会让画面看起来对比度过高，不自然，而且一定会导致色彩的分离。尤其是暗部区域的饱和度会急剧的增加。当然，你可以通过优化饱和度来控制这个选项，但是还是不建议把这个对比做得过于的强烈，因为这个对比呢，在我们看来它叫什么？它叫二次对比。二次对比的目的只是稍稍的增加中间调部分的层次和细节，恢复照片些许的质感。真正的三次对比，我们要在哪里去做？是不是在 PS 里去做分区对比？这也是我们反反复复在强调的分区思维的重要的体现，就在这些地方。经过这2步骤调整呢，我们让这个照片脱离了最原始的状态，照片的立体感和空间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细节和质感。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第3步呢，则是影调的细化，其中包括了去除雾霾以及微对比度的提升。什么意思呢？即使这个黑白场和 S 型曲线都调整得非常的得当，但这个照片呢，看起来依然可能不够通透，特别是带有雾气或者是距离感的风光的照片。当然，如果你拍摄的题材本身就是有雾的，同时你又是为了去强化这种朦胧的神秘感，那另当别论啊。所以这里我们主要讲的是个原理和方法，这些特例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啊。为了更好的解释这个问题，我们换一张照片。这个照片看起来它的问题就比较典型了吧？希望大家通过学习可以做到一个什么状态呢？就看到这个照片，就大致知道它直方图是什么样子。这个应该很简单吧？比如说这张照片，我们只要大眼一看就应该知道它黑白场缺失的同时，亮度信息会大量的集中在中间调。我们只需要按照前面的思路调整它的黑白场。好，现在来看直方图，它的亮度信息是不是被撑开了？但是这个调整你不需要做到特别精确，因为你还有一条曲线没有动的，明白了吗？没有要求你必须要通过这个方法去找到最黑和最白的点啊。好，接下来来到曲线面板，增加一个轻微的舒缓的，切记2个字，舒缓的 S 型曲线。那你可以根据画面需要来做微调。
好，调整完这两个步骤过后，这个照片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整体看上去，尤其中景的部分还是有一些灰蒙蒙的。虽然说我们说近实远虚，但这个雾气啊显得还是不够干净。这个光线看上去它也显得比较闷，是不是因为这个空气中的微小颗粒啊，它会散射光线，导致画面整体的对比度会降低，细节比较模糊？由于有近实远虚这个空间透视关系的存在，所以我们说是有限度的去去除它的雾霾，同时提升这些画面元素的微结构和微对比度。所以接下来的下一步是点开效果面板，选择去除薄雾或者是去朦胧。当然不是说每张照片它一定要用这个功能啊，你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去除薄雾啊，我这里再详细讲一讲啊。这个工具的本质啊，是大幅度的增加整个画面的中间调的对比度。当我们增加它的数值的时候，经常会轻微的降低曝光。它的算法会寻找画面中中低对比度的区域，通过分析这些区域的色彩饱和度的差异来识别雾霾，然后有针对性的来提高这些区域的明暗反差，也就是对比度。而对比度增加的同时，饱和度是不是也同步增加？那这个去雾对直方图它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呢？当我们在增加去雾的数值的时候，可以清晰的看到直方图中的像素会大规模的向左侧的阴影区域移动和集中。中间调的像素呢，像是被掏空了，一部分会提亮融入高光，但这个部分非常的少，更大部分的影调都会被压缩推向阴影区域。反之，我们减少去除薄雾的数值呢，它则会将中间调的信息大幅度的向高光和白色区域压缩，尤其是高光区域大量的集中，起到了雾化的效果。同时，整个画面的对比度会急剧的下降，制造出画面发灰发白的效果。虽然我们说它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画面中中低对比度的区域，也就是中间调的区域占了最大的部分，但是它是不是还是一个全局调整啊？而且它调整的效果会远远大于基本面板当中的对比度啊。比如说，像我们把这个对比度减少到100%，你注意看一下。好，现在再把对比度复位，回到效果面板，把去除薄雾的数值啊减少100%，大家看这个效果啊。同时直方图的变化。所以这个去除薄雾的调整效果，它是非常非常剧烈的。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呢，最好控制好调整的力度，以免过犹不及。而我们指的增加微对比呢，则是增加纹理或者是清晰度。要利用好这两个工具，首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图像频率这个基本概念。我们可以把一张照片呢想象成一个波形图，图像频率描述的就是图像当中的亮度或色彩变化，它的速度和密度。而高频的细节就指的是图像信号当中亮度或颜色变化非常快、非常细小、密度非常高的区域。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呢，则有人脸的皮肤、毛孔、头发丝、叶片的细小脉络、织物的纹理、石头表面的粗糙感、沙漠等等等等，非常微小的颗粒。这些高频的细节，它是构成图像的质感和精细度的主要的要素。高频细节越多，它图像看起来就会越锐利、越真实。那这个中频的细节呢，就更进一步了，就指的是图像当中亮度或颜色变化速度中等、密度适中、边缘结构或者是轮廓。比如说山脉的脊线、建筑物的边缘线条、一个人脸的鼻子、眼睛、嘴巴的轮廓、云层的形状等等等等，中等大小的纹理。这些中频细节是构成图像结构感和立体感的关键。中频细节越清晰，图像看起来就会有力量、有深度。理解了图像频率这个概念过后，我们再回到效果面板，那就比较容易了。这个纹理呢，控制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高频细节，而清晰度呢，主要控制的就是密度适中的中等大小的纹理，也就是中频细节。所以纹理这个工具就是增强或削弱图像中非常微小的亮度差异来工作，它的调整更为精细和局部。而清晰度则是通过增强或削弱物体边缘的微对比来工作，它会增强亮部和暗部边缘之间的反差，使得这些物体的边缘更加的突出，从而让物体的轮廓结构层次感变得更强。但你需要这样去理解，一张照片当中呢，肯定会同时存在高频细节和低频细节。所以说，如何配合使用呢？是不是根据画面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具体安排？比如说这张照片来说的话，它是以建筑结构为主，所以我们主要增强的是它的清晰度，为了强化近处的这些实景的建筑物的轮廓边缘吧。而远处的这些微小的建筑，它可以归类为高频细节吧，所以我们只需要再同步增强一点点的纹理即可。
对于这个效果面板啊，今天我们就大概讲一下，其实它还有很多种用法，我们在小视频里单独拎出来讲。好，这节课呢，我们就单独讲了从影调这个范畴如何去重塑照片的通透感。那下节课我们再继续从色彩关系方面去入手，一步一步的给大家继续来拆解。这节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